今天被称为伊朗的地区，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，大约西元前2000年。雅利安族群的米底人和波斯人从中亚草原迁徙到伊朗高原，米底人定居在西北部，波斯人则来到西南部的波斯湾。在他们之前，埃兰人已受到两河流域文明洗礼，建立了埃兰王国，并与古印度有贸易往来。埃兰王国曾称霸伊朗高原400多年。西元前8世纪，亚述崛起并入侵，导致埃兰王国衰落。米底人和波斯人也臣服于亚述。亚述对被征服地区民族极为残暴，引发米底部落起义。米底人成功将亚述人赶出伊朗高原。取得独立后，米底部落陷入混乱。一个名叫戴奥凯斯的人因公正处理纠纷而受到推举，于西元前678年成为王，建立了米底王国。米底王国历经138年，共有4位国王。第2位国王普拉欧尔铁斯征服了波斯部落，但攻打亚述失败并战死。第3位君主库阿克萨列斯打败入侵的西徐亚人，并与新巴比伦王国联盟，于西元前612年攻占亚述首都尼尼微，灭亡了亚述帝国。米底随后与吕底亚争霸，最终在西元前585年因一次日食而停战，并通过联姻结盟。在米底强盛时期，波斯人统一了部落，安善部落首领居鲁士一世取得了胜利。米底最后一位国王是阿斯提阿格斯，居鲁士一世的儿子冈比西斯一世成为波斯首领，并迎娶了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，成为米底国王的女婿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个传说，称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因梦中预兆，认为女儿冈比西斯之妻是不祥之人，后又预示其外孙将取代他，试图杀死外孙，但最终外孙居鲁士二世被牧人收养并幸存，长大后返回波斯。历史上，居鲁士二世确实具有米底王室血统，一些历史学家也认可他是阿斯提阿格斯外孙的说法。波斯人在米底王国中被视为2等公民。随着波斯部落强大，他们对现状不满。西元前553年，波斯人首领居鲁士二世通过一次集体劳动和宴席的对比，煽动波斯人反抗米底统治。波斯人以波斯波里斯城为首都，建立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，开始征战。居鲁士二世领导波斯人3年内彻底推翻了米底的统治，征服了埃兰。他们将埃兰故都苏萨作为第2首都，米底首都埃克巴坦纳作为第3首都。波斯取代米底后，与米底联姻的吕底亚感到威胁，发动进攻。波斯军队利用将骆驼置于阵前干扰吕底亚骑兵的战术，赢得了胜利。半个月后，吕底亚被波斯灭亡。居鲁士二世随后分兵扩张，西路军攻入欧洲，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城邦；东路军亲率部队占领中亚大片土地，领土扩至印度河流域。波斯当时所向披靡，但在西亚，新巴比伦王国首都巴比伦城固若金汤。然而，巴比伦统治阶级内斗，祭司阶层因不满国王改革，打开城门向波斯投降，巴比伦因此灭亡。巴比伦城成为波斯的第4个首都。居鲁士二世进入巴比伦后大赦天下，释放了被囚禁的犹太人，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。居鲁士二世继续东征中亚，但在与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的战斗中战死。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，是一位著名的暴君，杀死了他的弟弟，并征服了埃及。至此，波斯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1个地跨亚非欧3大洲的巨大帝国。但连年战争导致各地人民苦不堪言。西元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埃及时，波斯本土发生了高莫达暴动，得到了米底人的支持。冈比西斯二世在赶回波斯途中意外死亡，帝国陷入混乱。冈比西斯二世的堂系侄大流士平定了内乱，继位为大流士一世。波斯帝国进入鼎盛时期。大流士一世进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改革，他将全国划分多个行省，派出总督管理，
开创了总督制和行省制先河。他在帝国境内修建了长达2400公里的御道，沿途设置驿站。这套治国政策对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、罗马帝国、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帝国等有深远影响。国富民强后，大流士一世开始对外扩张。西元前499年起，波斯与希腊各城邦爆发了长达50年的希波战争。波斯历代国王都试图吞并希腊。希波战争初期，波斯占优，一度占领希腊2/3领土，并攻入雅典卫城。但后来希腊城邦在海战中取得优势，开始反攻。波斯因长期远征耗费巨大，最终失败。波斯撤军后，希腊城邦发生内斗，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斯同盟。波斯利用其内斗，通过政治策略逐步掌控部分希腊城邦。随着希腊城邦衰败，北部的马其顿人强大起来。马其顿人是希腊化的民族，崇尚希腊文明，不愿接受波斯统治。西元前337年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了反对他的希腊城邦，成立希腊联盟，宣告向波斯复仇。然而，腓力二世在西元前336年准备出兵波斯时被刺杀。他年仅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，继承父志，率领希腊联军东征。此时的波斯帝国内部政变频发，国王昏庸。面对亚历山大入侵，波斯宫廷反应迟缓。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亲率大军迎战，但在伊苏斯城战役中，因地势狭窄，波斯军队人数优势无法发挥，大流士三世临阵脱逃，波斯军队溃败。大流士三世的母亲、妻女被亚历山大俘虏。大流士三世求和，愿割让一半领土并嫁女。亚历山大霸气回应，称波斯早晚都是他的，要娶大流士之女也轮不到他拒绝。西元前331年，大流士三世集结更多军队，与亚历山大进行高加米拉战役，这是亚历山大东征规模最大战役。大流士三世再次临阵逃脱，波斯军队再次大败。大流士三世逃到巴克特里亚，被当地总督杀死。亚历山大以报仇为名征服巴克特里亚，处决总督。亚历山大回到波斯第二首都苏萨，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为王后，并宣称自己是波斯帝国继承人。至此，波斯灭亡。亚历山大征服西亚后，继续东侵至印度河流域，随后回到巴比伦，建立了历史上第二个地跨3洲的大帝国。亚历山大在文化上承袭希腊，但在政治制度上保留了波斯旧规。他鼓励希腊人与波斯人联姻，波斯贵族多身居要职，担任希腊人的老师。波斯与希腊200多年恩怨情仇结束，好景不长。西元前323年，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突患恶疾去世，未立继承人，手下将领拥兵自重，亚历山大帝国分裂。部将塞琉古控制了包括伊朗高原在内的中西亚地区，建立了塞琉古王朝。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。塞琉古王朝统治不稳，并忙于与托勒密争夺地中海控制权，导致各地民族反抗。西元前247年，里海东南的游牧民族帕奈人趁塞琉古与埃及战争，宣布独立。部落首领阿尔萨斯建立阿尔萨斯王朝，中国史书音译为安息，西方称帕提亚帝国。帕提亚曾被塞琉古击败，但塞琉古战略重心在地中海，并未真正吞并帕提亚。西元2世纪初，罗马崛起并扩张，塞琉古逐渐衰落。帕提亚国王密特里达特一世宣告不再臣服塞琉古，东西两路扩张，东路征服中亚，西路将塞琉古逼退至叙利亚。密特里达特一世晚年，帕提亚疆域辽阔，与罗马、贵霜、汉朝并称古典时代4大帝国。帕提亚成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，商业贸易繁荣。帕提亚与罗马接壤，此后历史基本上是抵御罗马入侵的抗争史。帕提亚凭藉骑兵和本土优势多次击败罗马军队，
甚至杀死了罗马前3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。长期战争浩劫双方，帕提亚也因战争经费不断加收，导致各地抗争延绵。帕奈人自称居鲁士后代，但无法说服波斯人。许多波斯大贵族割据，准备推翻帕提亚，恢复波斯统治。西元224年，波斯萨珊家族的阿尔达希尔一世举起反帕复波大旗，得到波斯贵族支持。经过2年战争，帕提亚被灭亡，萨珊王朝正式建立，史称波斯第2帝国。萨珊家族是波斯国教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祭司家族。索罗亚斯德教认为善神与恶神并存，崇拜火。此教吸收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后发展为摩尼教，传入中国即明教。萨珊王朝建立后，拜火教随着扩张传播，影响了后来的伊斯兰教发展。萨珊王朝建立后迅速扩张，再次遭遇罗马帝国。阿尔达希尔一世之子沙普尔一世多次大败罗马军，生擒罗马皇帝瓦莱里安，萨珊波斯因此扬名。沙普尔一世去世后，王室内斗激烈，拜火教祭司贵族频繁干预政治，导致萨珊波斯进入低迷期。西元309年，祭司贵族杀死国王，将王冠放在未出生的沙普尔二世母亲肚子上，完成加冕。沙普尔二世一出生就接受拜火教洗脑，亲政后打击基督教徒，罗马以迫害基督徒为名征伐波斯。沙普尔二世军事天赋极高，训练精锐波斯军队，打败中亚贵霜帝国，控制阿富汗，又击败罗马，杀死罗马国王尤利安，兼并罗马在西亚大片土地。他控制了连接欧亚非的丝绸之路，垄断中国丝绸贸易。拜火教也随波斯商人传入中国。沙普尔二世去世后100多年，波斯国王资质平庸，祭司贵族势力在抬头，地方总督割据。此时期罗马内部也分裂。西元395年，罗马正式分裂为东西2部分，拜占庭成为波斯主要敌人。西元498年，萨珊王朝迎来第2个黄金时期，国王卡瓦德一世进行改革，振兴王权。儿子库斯老一世继位后继承改革，缓解矛盾，加强王权。库斯老一世消灭白匈奴，入侵阿拉伯半岛，使阿拉伯半岛贸易转移至波斯湾。他热爱文学，从印度引进书籍翻译，丰富波斯文化。国际象棋的前身波斯象棋也在这时期从印度传入波斯。库斯老一世在位48年，库斯老一世儿子霍尔密兹德四世继位10年后被宫廷政变推翻。库斯老一世孙子库斯老二世继位，杀死父亲。波斯名将白鹤兰楚宾不满而反叛，库斯老二世逃往拜占庭求助，许诺成功后臣服，拜占庭出兵援助。库斯老二世复位后撕毁合约，与拜占庭翻脸。西元602年，拜占庭内乱，库斯老二世趁机攻入，占领大片领土，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。拜占庭新皇帝希拉克略重整军队，以基督教圣战名义反攻波斯。西元627年尼尼微战役，波斯战败，库斯老二世被迫归还侵占领土，波斯王朝一蹶不振。尼尼微战役后，库斯老二世儿子霍尔密兹德五世杀父篡位。此时，先知穆罕默德领导的阿拉伯人已基本统一阿拉伯半岛，开始对外扩张。萨珊波斯在尼尼微战役后已接近半亡国状态。西元642年尼哈温战役，波斯最后有生力量被阿拉伯军队歼灭。末代国王伊四奇三世开始逃难，伊四奇三世的儿子和孙子曾向中国唐朝求救，但被拒绝，从此留居中国。伊四奇三世于西元651年被奴隶杀死，显赫4个世纪的萨珊波斯宣告灭亡。延续1200多年的波斯时代终结，伊朗高原成为阿拉伯帝国一部分，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开始相互渗透交融，波斯人逐渐伊斯兰化。